当中说他要去别的地方工作，你不能接受。对，如果说他单纯的想去一个城市工作的话，我肯定愿意我去陪他去工作，因为毕竟我心里这么有他，不论去哪个城市我都愿意陪着他。可是没那么简单，他不单纯的是想去工作，他是想去他前男友的城市。我是不是觉得上海比较好嘛？而且我这个专业也比较对口，我只是想试一试，就是把头别给自己找借口了。在一起这么多时间以来，我知道你跟你前男友关系一直都没有断。我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忍受这么长时间，我只是想我的好能打动你，让你忘了他。我真的只是想试一试而已。不是，你是想试一试去上海试试去工作，还是？是工作，是工作。哎，就是说清楚啊！你怎么知道她一直跟她前男友还联系呢？他们这些事儿我都知道，我从来没吵过。比如有一次，去年11他们一宿舍毕业旅行要去杭州玩，我看他那么高兴，然后完了说你玩就玩去吧。那会儿我正好打工，挣下有2000块钱，我说要不然你去玩一玩，买点好的，吃点好的，放松放松。可是你呢？你那个时候真的是去杭州了吗？我去了呀。你是去杭州了吗？一宿舍6个女孩发回来的合照为什么总是5个人？你就这么喜欢给别人照照片吗？去哪儿了呀？我刚开始是和他们去杭州了啊，后来呢？后来我确实去了上海，可是也是有原因的呀。就是他11嘛，周围的同学都回家了，然后他生病了，没人照顾他，他就给我打电话，说是让我去陪他。然后我就想，反正离得不远，我就去了。前男友生病了，你去照顾他，可你生病的时候是谁在学校照顾你？我是不是把你背到医院？可你怎么心里还想着他？哎，为什么跟前男友分开啊？因为他上学去上海上学了，我还留在太原上学，然后他受不了异地恋了，他就和我分手。哦，因为我老家不在太原，所以我一到假期的时候我都要回去。啊，你老家哪儿的呀？我山西平遥。哦，平遥的。我一到假期的时候我要回家，可是她前男友他又回来了。每到假期的时候，我心里边特难受，因为我打电话发短信，她又不是那种粘人的女孩，我有时候联系不到，我只能关注她的一些微博，无意间发现她前男友的微博里边经常发一些我今天去哪玩了，我今天怎么样，然后他也发一些这个，一看就是一个地方。你说我哪个男人不会瞎想？我们又不是单独出去玩的，我们是同学聚会6、7个人一块儿呢。咱们在一起几个假期，3、4个假期里边，你们每次这6、7个朋友一块儿出来玩。明白了，就是上学的时候你照顾他，到了假期的时候前男友回来了，他们同学们就去同学会了，是吧？就是我们初中、高中同学，然后有很多共同的朋友，你就不能因为我们俩分手了就不和这些朋友相处了吧？这也是。问题是他们发的这些东西太暧昧了，她前男友就经常配一些照片，配个他的什么背影，然后完了说一什么熟悉的人、熟悉的地方，干嘛呀？你们2个一起怀旧呀？这是。哥们儿，除了这个，他跟前男友还有什么联系吗？之前他过生日，然后完了他前男友在他微博上发了一个绒布盒子的照片，完了还有一个礼品盒，一看就是装戒指的。结果他没过生日几天，然后完了就戴上一个大戒指，然后完了一直没摘过。就是我过生日送我生日礼物。那我送你的生日礼物不是分手前送的还是分手后送的呀？分手后呀。你说一个男人哪能接受前男友送现女友这么暧昧的礼物？啊，是那个吗？是戒指吗？啊，是的。你今天还戴在手上啊？他之前都没有提过这件事情，是跟肉已经长牢了，摘不下来了是吗？我就当做它是一个装饰品，机上节目就戴上。我知道你也心里放不下他，每个假期开始了，我都会想，我这个假期好好对你，就算他再回来，你也不会再回到他身边。可是我现在我发现，我做了这么多，你都觉得我这些都是没有用的，你心里边还是有他。现在都要毕业了，你还要去他的城市。你是不是觉得空间时间都有了？你们2个不是异地恋了？不是这样子的，哥们儿，你终于爆发了，太不容易了。真的不是这样的，你想的有点多了。我真的觉得男孩子家不能小肚鸡肠。我觉得我用我的行动，我觉得你这是鸡肠太大了，你都不是肠的问题了，你这真是宰相肚里能沉船了。他对你好吗？你告诉我。好呀，我怎么好？你告诉我。就是每次，比如说我想吃石榴，然后他就给我一个一个包在碗里面，然后送过来。有次我的一个杯子给打碎了，我挺喜欢这个杯子的，他就第2天早上就很早的去市场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杯子，然后送到我楼下。你说我这么对你，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我经常在楼下等你吃饭，我等你等2个小时，你在干嘛？你是不是睡着了？你说我一个男孩在女生宿舍楼下等你2个小时，你心里怎么想的呀？我忘了吗？你忘了？咱们2个在一起2年，第1次我过生日你不记得啊？行，算了，我不记得。第2次我过生日你还给忘了，我就这么让你健忘吗？我不是记性不好吗？啊，生日你记得吗？他记得，他还在日历上画了圈了。他哦，听这么来说，你们俩算交往2年是吧？
我们大学同学，然后完了我暗恋他1年，后来他分手了。不是你为什么暗恋他1年啊？我是大1的时候和我前男友还在一块儿呢。那个时候你就暗恋是吧？对啊，不能撬人家的嘛。啊，你怎么个暗恋法？你告诉我。大1那会儿完了。也没人在身边照顾他，完了经常给他图书馆占座呀，他想吃什么给他买什么。我知道他想吃蛋挞以后，我基本上每个礼拜都骑车的来回1个小时，给他去他最喜欢的那家店给他买的吃。哎呀喂，那你那时候知道他是喜欢你的吗？知道。你身为一个有男朋友的人，男同学对你这么好，你明明知道他的用意，那蛋挞你吃了吗？我们宿舍的吃了。你都给你们宿舍的吃了？对。你这么好，你们班没其他的女生啊？理工科。你们班有几个女生啊？5个，礼拜1到礼拜5轮流当1天班花。啊，挺不容易的哈。我今天来也不是诉苦大会，我就是想让他知道，我才是对他好的那个人，我才是那个真正可以陪着他的人。而且你的前男友已经抛弃过你1次，伤害过你1次了，你为什么就心里放不下他呢？姑娘，心里还有前男友吗？你就说实话吧，你就。我们其实也在一起很幸福这2年，然后每次前男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。我就感觉我好像无法控制想他的感觉。我再问你哈，这是你的现男友，假设我是你的前男友，假设啊，凑合想象一下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别嫁给他，你跟我在一起，行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这是一种挺青涩的爱情，但是它又那么单纯，2个孩子又是那么的坦诚和坦率，看看你们怎么帮哈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缩个肩膀干什么呀，曲总？因为刚才我特别跟他有共鸣是什么呢？我以前也工科的，我们系里头就4个女生，但我也没你这么惨呢。我们做过一个调查，60%的女生啊是跟前男友是断然不会再往来了，但是40%还是会跟前男友说我们依然是朋友。这40%里面还有40%，甚至于是还觉得喜欢，或者是还对以前的前男友还是有感情在。而最可怕的是，有10%的女生觉得前男友比现男友还要好。你这女朋友啊，其实就属于那10%里面的。甭管她的前男友多么伤害她，她始终真正爱的就是她前男友。她甚至于试图的希望前男友能够回头，而你不管你多么的努力，多么的付出，不好意思，他没有爱上你，他是被你对他的付出所感动，感动不等于感情，你们之间没有产生那种感觉，而在她男朋友身上，她还是有的前男友。可是我觉得她心目中那就是她的男友的形象。那这个你只是一个备胎，而最不幸的是，你是备胎的备胎，因为他有可能就是前男友的备胎哦。既然已经分开了，那个前男友为什么还要老撩拨他呢？为什么还跟他有那么多暧昧的举动呢？你可能就是备胎啊。如果那个前男友没有过来找他，你们俩走在一起也并不一定幸福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心中始终有一段没有能实现的感情，那种感情是完美的，因为他没有实现。而你通过你无数的付出，你得到了。我生怕你得到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，她并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女孩。由此会产生什么反应？你会觉得你所有的付出都是她欠你的债，这会儿是很危险的。单方面的付出一定会有副作用，所以你不忍告诉她说对不起，我没有爱上你，这是非常自私的一种表现。你这种不忍会演化成对她的残忍。她付出了那么多，你根本就压根儿没爱上她，你不妨你就直接跟她说，这样对她的伤害会小一点。不要伤害一个这么全身心为你付出的人，太残忍了。所以跟他说明是对他的另外一种爱。我想问问女生啊，你跟之前的男朋友当时因为什么分的手？是因为异地吗？是的。是他提出来的吧？是。你还没死心是吗？那段时间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好像就是把这件事情忘记了。然后他在之后就是再联系过我，再给我打个电话，然后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很纠结，就是你一听到他的声音，就好像没法控制自己一样。其实他俩就是形式上分手，我觉得这个女孩从心理上根本就没有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分手了，就没有讲得很清楚。不知道。所以他还有一个留恋在那儿，有一个未解的一个答案。这事儿你知道吗？
我知道，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做得够好的话，他心里边或许可以真的忘了前任。我想用我的认真，用我的态度，让他知道我对他的感觉。哥们儿，全世界有一件事儿认真和那个是真完不成的，这件事儿的名字叫爱情。你虽然是真爱，但是两个人在一起要相爱，你也要理解他。你既然如果要是真的爱他的话，你就让他去把过去的那段感情去了结了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选择你现在的这个男朋友。还有，如果你们现在名义上是男女朋友，有一些事情可能就不要去伤害他，你不要消费他对你的这种付出，比如说戒指的这种事情可以先放起来，然后这确实是他之前从来没有跟我提过，他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。这还要别人提吗？好吧，我希望你去先了结你的那一段情感，然后再继续你们俩的真爱。真正的爱情是两情相悦的爱情，两个人都要互相爱。所以如果你不爱这个男生，你不要因为他对你特别好，你就会好吧，那我当你女朋友，但是你的心里还在想着另外一个男人，对他来讲是很残忍的。但是我也要告诉你，之前的前男友你也不要考虑，虽然你爱他，但是他已经跟你分手了，不管什么原因他已经放弃你了，证明你在他的心里并没有多重要。你为什么要找一个这样的人呢？人生4大得意之事：洞房花烛夜、金榜题名时、久旱逢甘霖，还有一个他乡遇前任。这你加了吧？差不多嘛，遇故知跟遇前任不差不多吗？是吧？我经常在节目里面说，爱情是一门精确的化学，爱就是爱，不爱就是不爱。虽然你们之间的爱很纯真、很青涩、很美好，但我还是恨得你有点牙痒痒的。对伤害自己的人的包容，就是对爱自己的人的残忍。你每一次露出哭腔，眼睛里流出眼泪，还有每一次你那个手指头上的戒指晃一下，都是对他的残忍。男生心里面肯定像刀割一样。你一定要切记，就是说你内心到底在想什么。我原来经常说一句话，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中的过客，却总是成为你记忆中的常客。但客总是客，他始终不会驻留在你生命里，陪你走过这一辈子。你怎么能和一个客人永远的怀念、思念呢？到头来还是伤了自己。其实说句实在话，虽然很美好啊，但是这种行为如果发生在一些30岁左右或者是历经了几段感情的人身上，是很无耻的。就是前一段没有清清楚楚的断，后面有不清不楚的开始，其实挺无耻的。所以你现在有2种选择。第一种选择，得不到我所爱的，就爱我所得的，在镜头面前跟前男友说再见。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，就请你头也不回的离开，不要伤害这个天真烂漫的男孩子。男生要在一个女孩心目当中把一个人取而代之，太难。我倒是建议你暂时离开这丫头一段时间，没准她还真的能够好好的反省，原来这段时间我其实对你是有感觉。就你一天到晚在她身边，她有一天到晚想着那个人，就便会无视你的存在。但你一旦抽离，她可能会好好的平衡比较一下，到底这2个男生哪个好？赵老师说的那句话不错，这个世界上所有事情不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，爱情尤其如此。你1000份耕耘，你半份收获都可能没有，因为爱情就是这么的奇妙，它不与你的努力成正比，但你千万不能去怨恨。我们大家对你来说为什么喜欢你，唯一的就是以前好多男生在这儿想要把前男友取而代之，满脸的愤怒、嫉妒、恨，他没有，他一直很阳光，他很包容，这是你最伟大之处。你也是2个建议啊，第一，离开他一阵子，让他好好衡量你与前男友的位置。第二，如果他今天能够对镜头和前任说再见，你们可以慢慢走出来，好不好？我祝福你们2个人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我觉得女孩，你还戴着那戒指吗？就是在今天场上对你的现任男朋友的尊重，你能摘下来吗？